美国刚刚测试了一件尖端武器，这款武器的成功让至少4个国家的领导人睡不好觉。原来手里吓唬人的家伙，以后可能就没啥用了。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25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新朋友敬请先关注。先说一个喜讯吧。我一个国内的朋友说，咱这国内又要开始阅兵了。我也特别愿意看着阅兵，因为在美国你基本上看不着啊。正好呢，我回答一下朋友们有3个热点提问，就是美国在6月14号举行了一个建军250周年的阅兵活动，这个主要指的是陆军。有人就说3大看不明白，第一个，军容风纪在哪儿呢？您看，在国内俄罗斯、朝鲜阅兵大家是整齐划一，它能让上万的人呢做不同的动作，给你做那种人肉 LED， 拼出各种图案出来。美国呢就整不成，是不是说它军容风纪很差？我直接回答你吧，俄罗斯的正步卖得齐不齐？但是你看到了战场上一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是抱头鼠窜，跑的比兔子还快。第二，人们就说像大俄的武器还有其他国家武器这个参数是直接秒杀美国的。那牛吹的，比方说 S300，既能挡这个1万高空的导弹，又能挡离地1.5米的直升机。但实际上呢，小无人机挡不了，连隐身战斗机发射的有形的导弹，不是你也防不住吗？所以说光看那些参数没有意义，你关键还得实战。当然了，最让他们理解不了的一个问题是说，朝鲜战争、越战伊拉克叙利亚还有阿富汗，老美不是打输了吗？不都撤了吗？我给大家更正一点美国在上述战争中，你要搞清楚到底是在军事上失败了，还是在政治上失败了，这一点很重要。给你举个例子，他们确实是打了阿富汗，后来为什么撤军呢？是在军事上获得了成功，确实把那些反对者打败了，恐怖分子打败了，但是长期驻守，他就进入了第2个阶段，就是希望民主制度在当地落地生根。在这儿呢，给你分享杨小凯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进步是3个步骤，这个步骤不能乱。他说最难的、最重要的应该是文化的现代化，第2是制度的现代化，第3才是科技和器物上的现代化。当然了，日本有个哲学家他也有不同的表述，意思是一样的。当军事战争取得了成功，希望在阿富汗伊拉克让他重新过新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是军事斗争了，而是制度能否在当地落地。而这一点当地多年几千年的文化接受不了这种生活，所以他们懒得管了，我撤了。你能说是军事上的失败吗？让你过去弄这个整天蒙头巾的，其实你也干不了。咱必须把政治成功和失败和军事的成功分开。最后我跟您说一下，美国的阅兵体现在哪儿？它不是体现在整齐划一所谓的那个什么制度它其实呢是在战场上武器的实战，一会儿我跟你聊。另外呢，我对咱国内的阅兵是充满期待，好像是9月3号吧。因为如果给我那个机会我肯定也愿意在那个车上看我激动的肯定要左手敬礼的，跟你说。好，我们看最新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简称 MDA 与美国太空军和美国北方司令部协调，于2025年6月23日，也就是3天前，他们举行了一个关键的导弹防御测试。测试涉及实际的弹道导弹、洲际的
和驻扎在阿拉斯加防空部队的远程鉴别雷达。这次的名称被称为飞行测试 26A。 这老美有时候就是这样，他呢心里藏不住话，这么顶尖的武器你怎么能示人呢？人家就直接公开了啊，告诉美国老百姓了。这个呢同时全球都能看到。我们再来往下看，这到底是个啥武器？为什么让4个国家的人呢睡不着觉？首先，导弹防御局向北太平洋上空发射了一枚目标导弹，这枚导弹在向美国飞行的2000多公里的过程中，被这款先进的雷达探测到，一直跟踪，并且将实时的跟踪数据传递给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就对它进行了模拟拦截打击。用咱能听懂的大白话讲的就是，老美啊在北太平洋地区发射了一颗导弹，我估计呢，要么是潜射的，要么从岛上发射。一个导弹能飞行2000公里，这绝不是一般战斗机发射的。像那个一般的空战导弹就飞行120公里，这已经很好了，通常不超过200公里。但它能飞2000公里啊，就说明要么是岛上发射的陆基，要么就是潜艇发射的，空射的可能性不大。那为啥要模拟在北太平洋呢？那就是一直在地球上有一些国家呢，首先是有这实力，第二也有这个意念，能够对美国造成一些威胁。就是老美，我手里也有些家伙，你要是搞我的时候，你要掂量掂量。就是俗称的啊，有人想送那个快递。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武器叫 LRDR， 它既是防御也是可以攻击。它被称为远程识别雷达，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基于固态雷达技术和成熟的弹道导弹防御算法 AI 结合的 S 波段雷达。它采用双面阵列，每个雷达阵列高18米，宽18米。这图一会儿我放在那个留言区啊，非常漂亮，很大的，高18米一个雷达。它的技术能力以及作用，它采用先进的相控阵技术，可探测和跟踪数千英里外的洲际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与传统雷达不同，它是使用天线网格以电子方式控制波束，从而能够快速扫描广阔区域。该系统擅长区分真实弹头和诱饵弹头，这一过程被称为识别。对于应对复杂的导弹弹道威胁至关重要。在2025年的测试中，就是这次，LRDR 精确跟踪了一枚类似洲际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目标，证明了其在实际条件下的精度。其高分辨率成像技术使操作员能够实时的分析威胁，并将实时数据提供给陆基防御打击中心进行拦截。它的探测范围超越了许多现有的雷达，覆盖了此前无法覆盖的区域，即通过处理海量的数据缩短了响应的时间，而响应的时间是导弹防御与反击的关键因素。我念了这么长段啊，我想大家都听明白了，这是一款先进的雷达，既能反击啊，也能够防御。那它呢，这老美刚测试了这个武器啊，我感觉它还是飘了，它不知深浅的居然想和咱东方大国的武器和俄罗斯武器啊比了比。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俄罗斯沃罗涅日雷达网自2009年投入使用，可监测3700英里范围的弹道导弹。该雷达网部署在多个地区，能够精准探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这在2022年的演习中得到了充分证明。然而，关键是这个然而，根据公开来源的分析，其识别能力仍然不够先进，难以有效应对诱饵弹啊。他说人家俄罗斯这个有点瞎，搞不清楚是诱饵弹还是真的。接下来就说，中国的 YLC 什么雷达于2018年亮相，可追踪射程达1800英里的导弹。有限的测试数据表明，该雷达能够有效应对中程威胁，但缺乏洲际弹道导弹追踪的成功经验。两国他说的是中俄，两国都优先考虑预警而非识别。
而我们的雷达则擅长区分弹头和诱饵。那个俄罗斯的固定雷达覆盖面广，但实际数据处理速度很慢，就是大俄的那个雷达虽然你能看到，但是你处理数据实际上是很慢的。后来又提到，中国的系统虽然不断改进，但也面临着与拦截系统的集成挑战。就是说拦截和你发现它可能是不搭调，说这个意思。最后，本次的测试凸显了我们在精度和操作性方面的优势，这对美国国防网络至关重要。这些差异塑造了全球威慑的格局，它强化了美国的战略定位。公开数据显示了更深入的比较，但 LDRD 的先进技术使其在弹道导弹防御雷达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款武器至于说实战是不是像他讲的呢？他已经给出了答案的。这个就是美国的所谓阅兵，他的阅兵更多的体现在技术数据第二呢，B2战斗机轰得怎么样？关键还是看实战效果。好吧，大家赞同我的观点吗？欢迎在留言区咱们共同探讨。最后，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趣或者有用的信息。咱们明天见。